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3月29号，星期六。那么今天下午呢，在这个我们家附近的海边沙滩上，我椅子也没带，我就坐在地上，然后呢，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关摄影的话题啊。为什么想聊呢？坐在地上聊呢？因为我觉得氛围到了啊。我的这个视频内容就完全出自于我的这里就是我的记忆。我过去从事摄影师职业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我也不是读个什么稿子或者说看个什么像个什么提词器这样的我就完全根据我感受，然后呢，我把我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那么首先呢，我也要感谢一下，就是关注我的这些网友们你们呢虽然只有7个人，但是也给了我一些支持那么我也会继续努力的给大家持续更新一些好的内容。那么今天想和大家聊点什么呢？我想就是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摄影镜头的一些内容那么回想起我过去摄影职业生涯10多年我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一个小白，然后呢，逐渐自己为自己配整套的摄影器材包括像摄影相机镜头灯光电脑就整个全部都自己最后能够搞定。这当中其实也付了很多的学费也上了几次当也吸取了不少的教训。那么摄影呢，这个镜头呢，如果要谈起镜头的话最终呢，我们要从这个摄影的50镜头开始谈因为摄影有一句话叫摄影从50开始，由50结束，对吧？因为50焦段它是最符合人眼就我们这样人眼直接这样平视出去就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50的焦段。它呢是几乎没有畸变的也可以说呢就是所见即所得，对吧？所以呢各个厂商都会把50焦段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焦段最重要的一个镜头呢去设计。而且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是我访问了很多厂家我得到的这个秘密像什么德国的徕卡我都去访问过。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往往像51.4这样的标准镜头，它在就是各个厂商它都会推出一支非常便宜的、性价比高的这样的一支镜头其实我之前就我过去我理解为呢，就是好像说什么50镜头这个它的结构设计很简单所以就是用便宜的价钱也能做出好的镜头。真相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去看就中国很多厂商它也出了很多镜头，这些镜头便宜的可怕，对吗？就是中国有很多什么像50-0.95或者说什么51.2它都卖人民币只有1-2千块，这个就说明镜头的制造成本其实是相当的低的那么50这支焦段这支镜头呢，是每一个厂商为了吸引用户所以呢，往往50这支镜头呢是就51.4这种标头配在机身上的这种，往往是厂商不太赚钱的它就卖给这个用户
然后用户用下来觉得好了以后呢，他就会逐渐的去买它的什么35啊，买它的什么85啊，对吧？甚至就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这个51.4这支镜头呢，应该来说是所有的镜头里面最值得去购买的啊。那么我自己呢，也是从51.4这支镜头开始的。其实就讲了再宽广一点就后来比如说我们去拍商业那个广告的照片，用到那种645的中画幅相机，645的中画幅相机上面，比如像哈苏什么，它也是有一支80的镜头，对吗？这个80镜头在上面转换出来就是那个135全画幅相机的50这支镜头那很多一开始做商业的摄影师为了节约成本，他就买一个中画幅的一个机身，再买一个80的这个镜头，就是50这个焦段嘛，然后就从头拍到尾就靠这一个相机、一个镜头、一套灯光，他就开始了漫长的职业生涯。有的人买车买房就靠它了，对吧？但是呢我们在就是买50的镜头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它有51.8、51.4、52.0、52.8，对吧？甚至还有像就是我现在用的是徕卡的，都有这种像50.0.95还有51那么这些镜头从最便宜的可能只要美元然后到那个最贵的可能要有1万元美元，对吧？像现在这个50.0.95这支徕卡镜头，差不多要卖到1万元美元。这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就我们为什么要去花这个钱？然后呢，怎么样选择是最适合我们的首先呢，我先说51.8，我发现就是我看到最多的人用的人是2种人，一种呢就是摄影小白，对吧？他什么也不懂的，那么一开始预算有限，刚开始接触摄影不管是商家去推荐他也好，还是他看了很多讯息去让他购买也好，那么51.8这种镜头呢，该有的它都有就最基础的，就像你买一辆车它有一个基本款，对吧？就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就一个基本款它有了它有50的这个焦段，1.8的大光圈，1.8的光圈它也能拍摄出一定的虚化的效果。光圈收到5.6 f8也能够拍出就是比较好的这个锐度但是它缺什么呢？一个是色彩它用的镜片用的镀膜技术就肯定是最普通的，所以呢它的色彩看起来呢就干干的它没有就是像51.4或者说其他的那些再往上的一些镜头这些效果好有的人可能会说他说我色彩我是可以通过那个 Photoshop 去 PS 的这个绝对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现有的显示器的技术其实它显示出来的色彩只是一部分，随着显示器逐渐的升级那么照片它会逐渐的出现不同的状态。就像过去有些人他也是一些商业摄影师他为了追求一些快速的赚钱他就把照片调得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就后面那个像摄影的屏幕发展了，就是显示器发展了以后它这个照片再看到那个里面去，就会觉得这个色彩严重的失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摄影是一个长久的
生意，对吧？你摄影师一般一做你就做一辈子，做一生的啊。那么51.8呢我们刚刚说了它的镀膜、它的镜片，还有什么？还有它的镜身。那镜身就是一个塑料啊。如果是自动对焦镜头，那它的马达也是这种最便宜的最差的马达，用起来这种咔咔咔的这种声音是吧？或者说它的对焦这种拉扯感很强。所以呢，就是一般像新手他会买。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他已经拍摄了很多很多年的人就是我见过那种拍了20年30年甚至更久的那么如果又要买一支镜声很小的镜头，又要有顶级的画质，那这个镜头就是最顶级的嘛，那就很贵，对吗？但像这些已经就是拍摄了一生的人，他已经就是觉得像独孤求败一样他什么手中无剑就是有剑，对吧？就草木皆可以为剑，他就已经能够规避就是这个51.8镜头的缺点，只发挥它的优点，对吗？我举个例子，比如它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光线里面去拍摄，它很好的控制光线，对吧？或者说它在这个色彩非常好的，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拿一个51.8拍出来也很完美也是非常完美的。或者说它一开始就是用光圈 F8，对吧？它去拍街景所以呢，就是它规避了很多的缺点这两种人我是看过最多的而且不乏就是有许多摄影的名家他用51.8去工作一个是很轻巧，第二个呢就是万一有损坏也不可惜还有呢就是他完全的有这种控制力。好，那再说说51.4那么51.4呢，其实从成本上来讲那它比51.8其实要高好多。一般51.4呢都会有比较好的镀膜比较好的镜片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马达，就基本上它和顶级的像什么51.250.95它之间差的其实就是那个光圈和少数的这个好的镜片那么像51.2和50.95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一些镜片还有就是更优质的镜头的设计那么51.4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非常能打的镜头。好像我任何的时间就摄影这10几年以来，任何的时间我去用51.4，即使我已经用了50.95或者说51或者说更好的一些镜头，我再去用这是51.4，依然还是觉得不错的那如果去用51.8会觉得这种体验感就差了，对吧？但是用51.4就绝对你不会有这种分辨出很大的差距所以51.4呢，应该来说是一支特别均衡的镜头那么在徕卡这个体系里面也是的它在所有的摄影体系里面其实都是的当然在徕卡里面也是的。为什么我要说一下徕卡呢？因为徕卡今年它又重新设计了51.4那么销量很好其实大家可以去发现，每一次每个厂商重新设计了51.4去更新，都会卖得很好所以呢从它的镜片镀膜到它的马达到它的体积到它的色彩它唯一比起就是51.2什么的差距在哪里呢？差距就是在51.2或者50.95这种特别大光圈的镜头那些镜头如果光圈全开的话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眼看东西不可能是后面是虚化的，对吗？就我们一般看出去所有东西都是清晰的。如果你看出去东西眼睛是虚化的，你这个眼睛有问题，要去看眼科医生，对不对？所以呢，像这种就是50-0.95或者51这种光圈特别大，它给你带来的这种视觉的效果是很特殊的。往往呢像一些女孩子或者我们一开始摄影的人我们都会对这种非常就是与众不同的视觉感有种很爽的感觉就是说会有这种另类的感觉。这个呢就是你为它着迷的地方。那么51.4呢就稍微好一点了，对吧？就基本上51.4这个镜头你去拍一个人，比如说你像这样拍我，那我的2个眼睛都是同样能够清晰的。如果拿50-0.95去拍可能我头这样稍微一转，侧一点点那我这个眼睛是清晰的，那这个眼睛就可能虚化的很厉害，就变得非常的模糊这个过渡看起来就一下子这里就模糊了。51.4这样拍，当然这个也清晰，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模糊，但这个过渡是很自然的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能打的镜头，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场合之中它都会拍出很好的照片。那么50-0.95和51.0我也说了，对吗？就它比51.4这样的镜头呢，它就是多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光圈全开那么一个是它这种特别浅的景深带来的那种视觉感，还有就是当比如说光线非常暗的时候，比如说夜里那如果就是你51.4或者你其他的一些镜头51.8什么的，你拍不出来了，对吧？你拍出来就是黑的。但是呢，这50-0.95它就能拍出来。那么由于它能拍出来，所以它带来的这个场景，你50.4你就拍不出来，你看不到。所以你会觉得它拍出来这个效果很惊艳其实不是这个效果很惊艳，只是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你没有明白了吗？可能有人会说他说我把 ISO 调得很高，现在都是可以调很高那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一种就是平均化了ISO 调高就是整个画面全都开始变得亮了起来。但是你用这种镜头去拍50-0.95去拍，它是一种从亮处到暗处的一种过渡，一种扩散，这种感觉不是调 ISO 能够调出来的，好吗？我现在我也使用50-0.95一般我给比如说我太太去拍肖像或者说我有时候为了拍一些很特别的效果我会去使用它。但这种呢，往往就是我怎么去描述它呢？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是比如说我用了10年这个镜头，那么我在一个环境当中，我非常能去判断我好像什么时候条件反射，我就会拿出它来那么如果是工作的话或者说你是一个很务实的摄影师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比如我说我这个50-0.95这个镜头它的一个遮光罩我就在西班牙这里碰了一下，然后这个遮光罩就收不起来了，收不起来我去马德里，然后送到德国去换一下，就是500-600欧元所以就是如果你去工作的话，你用这样的镜头确实你可能某些效果会有一点用，但是不会因为某1-2张照片能改变你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对吗？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镜头应该来就这么讲。但是为什么就是这种不是那么实用的镜头像徕卡公司还要去创造出它呢？其实它已经有51.0这个镜头但是呢，后来你像尼康像佳能这些日系厂商，他们也追上来了，他们也就是造了51.2或者51.0这样的镜头。那么徕卡公司它为了奠定
就是他在这个摄影行业这种王者地位，所以呢，他就要研发出50-0.5镜头，就是我就是要高你一筹啊。如果你也研发出50-0.95，那我就研发出个50-0.8出来，这是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镜头它不一定会那么的畅销，但是大家就会因为它有一个50-0.95的镜头，大家可能就会去买它的51.4或者买它其他的这些镜头，对吗？因为就像我们去买一个奢侈品就可能最贵那个我买不起，我买一个入门的这有一种叫什么效应来着？香水效应是吧？就我们去买一个什么化妆品很贵的那种，一般女士好像觉得太贵了包包、大衣买不起，那我买一个化妆品，买个香水是吧？好像就这个意思那么还有什么镜头呢？还有就是50光圈 f2 的和50光圈 f2.8 的先说说这个 f2 的吧。f2 的呢，我现在我也有一支我也有一支。我这支呢是福伦达的那个徕卡 M 口的50光圈 f2， 然后呢它是那个 APO 的那个镜头那么为什么我有这个50-0.95这个镜头，我又要去买一支50 f2 的镜头呢？其实这个50 f2 的镜头它的渊源是很久的像过去你比如说像卡尔蔡司，它就有51.450 f2， 对吧？就它有两个甚至更多的选择给到大家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呢，就是像51.4，它这种镜头它能够带来非常好的这种虚化，对吗？它往这个焦点开始扩散出的这种虚化，这种过渡是很柔美的那像50 f2 这种镜头呢，它没有这么好的虚化，但是呢它在这种焦点这个范围当中，它拍摄出来的这个锐度还有画面的这种就是对那个光线的控制光线控制怎么理解呢？比如说你摄影镜头往往会有紫边会有一些这样的光学原理上的一些问题，对吧？放大来看都会稍微有点看的，有些镜头上面有些紫边，有些青边，那光圈如果越大的话会越多一点这个不可避免。就像50-0.95，它这么好一支镜头光圈全开，它也会有紫边，对吧？那么像这样的50 f2 这种镜头呢它就是解决这种问题就是它在光圈全开的时候就是它开到 f2， 它就不会有这种紫边或者说就是这个镜头看起来非常软绵绵的这种感觉它就是锐度就很高，很清晰那么它的镜头的设计也非常的小巧，对吗？这两个比一比就很小巧，对吗？所以就是通常我自己拍，比如说我拍一些街景拍一些人文的题材我就很喜欢用这种52的这个镜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真实感很强，对不对？就像你50-0.95 51.4它拍出来那个虚化感那种色彩柔和的感觉确实很美，但它不是我们眼睛看到最真实的，是吗？就你摄影到了最顶级的那样的一个阶段就大家追求的都是什么？都是说这个真实感，对吧？所以呢就是50光圈 f2 的镜头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真实感，还有呢它消除了摄影当中很多的一些杂质还有呢就是它的镜头比较小巧，也能带来非常好的画质好，那么再说说52.8其实它往往大家可以看到52.8后面都会带一个那个 macro， 对吧？就是微距镜头。那微距镜头能带来的效果大家都清楚，对吧？就是能够离得很近的拍，然后把这个细节拍得非常的清晰，拍得非常的锐利
那么在早期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的啊，就是我当时想买一支佳能50 1.2的镜头啊，但是那个镜头很贵啊，当时我记得要接近1500美元吧，差不多。然后呢，那个我一看啊，这个50 2.8的这个镜头，微距，价钱要便宜就是2/3啊，所以呢，我当时就这样想，我反正买那个50 1.2的镜头，我也不太会天天开到1.2去用，对吧？我也会把它缩到2.8。哎，我这个50 2.8的镜头直接用起来啊，我拍起来还很清晰啊，我还能把它当微距用，这样岂不是又省钱，效果又好，是吗？后来我就买了啊，但我实际拍摄下来，我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微距镜头，当它去拍摄人像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拍一个美女，那么她的这种头发，她的这种眉毛啊，她的这种脸皮肤，看起来非常的硬，非常的粗啊，它就不再柔和啊。你说有没有锐度？它有锐度，但是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塑料，像个机器人，像个假的，对吗？就它不能够展现那种柔美那种真实的那种感觉，它失真了啊。拍一个什么手表拍个或者我这种相机的机身我拿微距的镜头去拍，这个是没问题的。你拍汽车这个都没问题，对吗？那你去拍人去拍时装，去拍肖像这个镜头拍出来的这种照片都失真高手他一看就觉得你这个照片拍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理念就有问题，对吧？所以呢，就是50 2.8这种镜头呢，它只能拍微距、拍商品或者拍建筑之类的同样的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对吧？像很多人喜欢拿那种百微就是100 macro 去拍那个人像那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就是拍人像，你也大概率只能去用85 90这样的一种镜头这种微距镜头千万不要让它去拍人像这是完全是上概念上的一种错误我觉得就是当你要摄影遇到瓶颈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有2个方向去提升。一个呢就是摄影的技术，对吧？你可以找比你摄影厉害的人，找老师买一些书来提升自己的摄影的技术。还有呢就是从器材那么器材呢像这个镜头怎么找到自己目前拍摄方向最合适的镜头也是很重要的，好吗？那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